既然你们说没有私藏朝廷的赈灾银两，那就把庄园里的仓库全都打开，让我们大家瞧一瞧，对不对？打开，给我打开！吵啊！再接着吵啊！这宅子是我裘贵的私产，你们想进去，凭什么呀？都是一群刁民！哼！你不敢给我们看，那就是心虚。让我们瞧瞧。怎么着？拿着这么几个家伙，想反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根据大清的律例，私闯民宅就是强盗，我可以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给宰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乡亲们，反正我们都快要饿死了。裘贵，你有种就把我们这些灾民全都杀了吧！杀了吧！杀了吧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后退！后退！住手！看见没有？刘大人来了！你们想造反吗？别起了！起什么起？都吵什么？闪开！闪开！姐夫，姐夫，您可算来了。不能相信他们。官儿说的话都不能信，对眼见为实。记住了啊！都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他来了，看他有什么要说的。看他怎么说。他带了这么多人，看他怎么说。看他有什么解释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这么晚了，大家来到裘府门外，所为何事啊？刘德昭，你把朝廷拨下来的大批赈灾粮、赈灾银子，通通的转移到了你小舅子的庄园来了，却欺骗我们说朝廷赈灾不利。你这个欺君罔上的骗子！骗子！吵什么？都吵什么？给我闭嘴！骗子！骗子！你这简直是在造谣！若是引起民变，你吃罪得起吗你？哼！他说我们造谣。在你小舅子的庄园里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堆满了粮食和银子，这些全部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胡说八道！哪只狗眼看见的？你亲眼看见的？他肯定不这位老者，难不成你开了天眼了？你可以隔墙视物，又难不成又在胡搅蛮缠？你这臂膀之上生了翅膀，可以飞越过这道院墙，到库中去查看？我跟你说，不要再造谣生事，否则本府即刻拿下。刘德昭，你少吓我！就在1个时辰前，有2个蒙面大侠，带着我们2个年长的灾民，翻过院墙，去庄园里的仓库看了看，里面的粮食堆积如山呐！快看，乡亲们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刚刚在庄园的仓库里随手抓的粮食。对，我这里的大米也是刘德昭小舅子庄园里找到的。为什么不给我们粮食？为什么放粮？你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乡亲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2个蒙面之人乃是江洋大盗，甚至是前明的余孽。胡说！他们想利用这次旱灾，煽动灾民闹事造反。他们才不是江洋大盗，更不是什么前明余孽，他们是替天行道的大侠。大侠！大侠！难道是你，巡抚大人刘德昭？你和你们那帮狼狈为奸的官商们，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！你们虽然吃着朝廷的俸禄，却上欺君下欺民，你们比那些前明余孽对大清的江山
危害更大。对，祸国殃民。且夫，好，即使他这院中的仓库之中放着官银官粮，你怎么能说就是朝廷调拨的赈灾之粮呢？这个刘德昭，对呀，你们听着，我裘贵就是这太原府最大的粮商，我的仓库里有粮食，奇怪吗？那也是我花高价从别的地方买来的，与你们何干呀？花钱买来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你这粮食是从外地运来的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从何处贩来的？是从湖北。湖北。你放屁！这根本就不是湖北大米，而是北方的大米。朝廷调拨的赈灾粮，就全是北方的大米。骗子！别吵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国家里粮食这么多，只有一部分是从湖北买的，其他的都是北方的大米。你们看这个球会。好啊，那你是何时从北方贩回大米来的呀？就是这个月。你撒谎！北方的大米早就被朝廷征调收购了，北方的粮行根本已无多余的大米用来外销。你怎么解释？你是何人？你怎么知道这赈灾之粮它不是北方大米？你又怎么知道这北方的粮行现在已无米可销？刘大人不必管我是谁。如果你和你的小舅子真的问心无愧的话，不妨看看。对呀，顺便把你们进货的账本都交出来，让我们一一核对。对，打开仓库，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，交出账本。官儿啊，此人身份可疑，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。是。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。他们要抓你。你放心吧，以我的功夫，他们根本奈何不了我。武林高手就是任性哦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！除了粮食，我们还在庄园的一处银库里发现了几十箱白花花的银子。大家看，看，刘大人，我看你和你的小舅子如何解释？姐夫，这个事儿，怎么样？让他说，看他怎么说。你们大家说完了吗？好，说的不错，确实是这园中的仓库确实存放着部分的官银官粮，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，官府的仓库年久失修，是漏风漏雨啊。故而本府就借用了他裘府的仓库。那就请刘大人开仓赈灾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。对，乡亲们，让他放粮，放粮。乡亲们，我跟大家说句实话，这些放在里边的官银官粮，并不是朝廷下拨的赈灾的银两，这些乃是我太原府1万驻军的军粮军饷。啊，他说这乡亲们呐，军粮军饷，岂可煽动啊？刘德昭，你凭什么说这些是军粮啊？我刘德昭乃是山西的巡抚兼兵部侍郎，这山西的军政要务
都由我来监管。这些银两的性质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休要再次胡闹，再要胡闹，那就是造反。造反！来人呐，在！将这几个带头闹事的人给我抓起来。是，这个就是在胡乱。抓住他！凭什么抓我们？你凭什么抓我们？主子，请问任大佐大人保护主子。不动了！主子，您不能冲动。刚才探子来报，刘德昭调了一队地方兵来保护他自己的庄园，我怕他狗急跳墙，对主子您不利啊。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听我说啊，本父我心疼你们大家伙儿啊！别听他胡说！我刘德昭说句掏心掏肺的话呀，这院中囤的都是军粮军饷啊，谁敢强拿，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，杀头之罪呀！方才逃走的那几个人，他们乃是前明的余孽，他们是想利用这次旱灾，想借此让大家闹事，那是忤逆不当，那是要造反。本府只追究这几个带头之人的罪责，其余之人如果在片刻之间离开此处，本官既往不咎。如果说还不离开的话，那本府就把他视同前明余孽，格杀无论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呦，姐夫，今儿亏的是你来了，你要不来，我太闲了我。不是你说你这小子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？啊，孟护卫说了多少回了，你这庄园之内的机关只能对付一般的盗匪，对些高手那是形同虚设呀。不听啊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行行行，我呀立马加派人手，然后找孟护卫重新布置。哎，今儿个孟护卫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？我派祥和去舒府打探消息了。如果这个舒万新要为难咱们，让这个钦差大臣给咱们出难题的话，到那个时候，就应该送他下去陪他爹。我发现我跟你小子都学坏了。哎，姐夫，我哪儿成啊？臣听灾民说，他们本来也有一些在外地做粮食生意的亲朋故友，想要运一些大米进山西，平价出售，以帮着缓解灾情。不料，几处运粮的主要通道，包括水路漕运和官道，都被刘德昭借口剿匪给封锁了。凡是运粮进山西的，都要征收高额的税费和通行费。听说这个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，不仅是本地最大的粮商，还是山西商会的会长。我觉得一定是他们把持了整个粮食市场，不让外地粮食进入，好大发国难财。不杀这个刘德昭，天理不容！主子息怒。主子，您暂且息怒啊。奴才看着刘德昭的行事风格，那是先软后硬，能骗就骗，骗不了，他可就打算霸王硬上弓了。刘德昭现在掌握着山西1万地方兵的军权，我怕他知道了一切丑行全部落在主子的眼里边，他会狗急跳墙，到时候对主子不利啊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只能等到回宫之后才办的，我忍得了。再免怎么当？当然不能忍了，再等一天，不知道饿死多少人呢。我看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干脆把他们私吞的赈灾粮款全都结出来，发给老百姓。你要打劫官银官粮？世叔姑娘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。是啊，这明显听着世叔姑娘就是在开玩笑啊。且不说这打劫官仓那是诛灭9族的大罪，就凭
我们这些人手，那叫虎口夺食，那不是去送死吗？哎呀，咱们这么点人，怎么就不能虎口夺食了？这以前啊，我跟我哥哥，我们两个经常什么？经常打劫官营官粮。没有，我吹牛的，吹牛而已。你真的只是吹牛而已，没有做过那些违法乱纪的勾当。我也不能骗你，但是我们两个是看那种贪赃枉法的贪官，偶尔会想教训他们，所以顺便开点油，顺点东西。哎，但都是小打小闹，无伤大雅，无伤大雅。主子，您千万别听易欢瞎说。我们之前行走江湖时，难免做过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勾当，但都是迫不得已。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。诺小弟，你干嘛一直这样看着我呀？你这样看得我心里都发毛了。教训得好！我要是你哥哥，要是有你哥哥这么高的本事，遇到了刘德昭这种狗官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啊，你吓死我了！不过龙小弟，这事儿你真要追究责任，还不是因为你没管好你底下的官，让他们喝老百姓的血，吃老百姓的肉，逼得老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。欢妹，就算这不是在宫里，当着主子的面，说话也不能口无遮拦。叶欢说的对，官逼民反，都是朝廷的罪过。是我的罪过。孟大哥，先喝点水。你放心，舒婉欣没有死。我叫雪倾城，是舒婉欣的好姐妹。因为她要回太原找你，所以我才找名医易容成她的样子，顶替她入宫。这是她给我的信，你应该认识的。婉妹现在在哪？既然你是刘德昭的护卫，那你应该认识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吧？裘贵前几天在淮阳村强抢了一个民女，你可知晓？刘大人和他那些亲友们所干的那些勾当，我既无力阻止，就索性装聋作哑，从不过问。那你可就险些犯下大错了。他强抢的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舒婉欣。本来我是想救她出来的，可是没有想到裘贵把她送进了太原城，说是给刘德昭尝尝鲜。哎，孟大哥，你先别激动，小心惊动了府上的人。刚刚我跟师父正在商量如何去救舒婉欣，正巧你就来了。孟大哥，我说的都是实情，你要相信我们啊！我相信你们。今天我还听裘贵在那儿说，又搜到一个绝色美女，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要献给刘德昭尝鲜。刘德昭说他忙着应付钦差大人，暂时没有心思。没想到他们说的竟然是婉妹。这帮禽兽！既然刘德昭这帮人都是禽兽，孟大哥为何还要拒于一己之私，替他卖命呢？守信义固然重要，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你这可就是助纣为虐了。虽然我不是舒婉欣，可我相信，我今晚说的话，也会是他想对你说的话。孟某受教了，二位容我再想想。敢问二位，究竟是何身份？为何要顶替婉欣进宫呢？这个我们就无可奉告了。
总之，你现在只有2条路可走：一是我们杀了你；2，与我们共同合作，救回舒婉心。然后你带着他远走高飞，从此与我们再无瓜葛。无论我们要做什么，都与你毫无相干。索图，在。离山西最近的8旗亲军在哪儿？主子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忍，但救灾之事不能等。我要尽快办了刘德昭，赈济灾民。主子，在咱们出京之时，太皇太后曾经悄悄地吩咐过奴才，说若路途当中遇到什么意外，可以去山西和直隶交界处，去掉御八赞统领的一队清军。这队清军驻有3万人，而且装备精良，兵士也全是咱们8旗子弟。好，那你带上我的金牌，带上几个侍卫，天一亮就出发。我留在这儿继续和刘德昭周旋，待御八赞亲军一到，我就把刘德昭就地正法。可是皇上，怎么了？奴才此去调兵最快也得10日，出门的时候太皇太后一再交代，让奴才寸步不离地保护主子。若你不亲自去，就算有我的令牌，也难以调动御八赞的亲军。哎呀，可是皇上，奴才这一走，您身边就只剩下几个侍卫了。万一和刘德昭冲突起来，我怕他们保护不了您的周全呢。怕什么呀？不是还有我跟我哥哥吗？我跟我哥哥可以保护。主子的安危大事，其实我们能担当得起的。还是听索大人安排吧。索图也得听我的安排，就按我说的做。你去调兵，我身边还有奕欢和李太医呢。那就有劳奕欢姑娘还有李太医了。放心吧，奴才明日就出发。多谢2位不杀之恩，告辞。等一下，师傅，倾城，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？这个人，只因为父母生前受过刘德昭的恩惠，又在父母临死前答应过父母要保护刘德昭10年，哪怕此后目睹了刘德昭的种种恶行，内心饱受煎熬，却依然信守承诺。如此重信义之人，值得信任。希望能够顺顺利利救出舒婉心，悄悄送他们小2口离开太原城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倾城，奶娘为何说起你已经怀有龙种了？都怪奕欢，他为了应付奶娘，就撒了这么一个谎。奕欢这个小丫头。倾城，我还是不太放心这个孟祥和，不如我暗中跟踪他。你有什么事情找我的话，就发信号给我。是。小姐，我刚刚是怎么了？奶娘，你刚刚睡着了，可能是太辛苦了吧？刚刚我好像看见……你别说了，我不想见那个人，你也不要再提他。小姐，我明白，您这么做是对的。您呀，不应该老是念着以前的人和事，就应该一心一意的侍候好皇上，最好这一胎呀还能生个龙子。对了，小姐，
我给你熬了鸡汤补补身子，我给你盛去。哎。舒婉心虽然无父无母，却有孟祥和这样痴情的郎君，又有奶娘这样真心爱护她的亲人，比我幸福多了。索图啊，你是要吓死朕？皇上恕罪啊！因为奴才是天一亮就要赶着去搬救兵，白天有些紧要话当着世淑姑娘他们不方便说，所以只好赶在这个时候来悄悄地跟您汇报。朕知道，你是不放心易欢他们兄妹二人。哦，皇上，鳌拜曾几次提醒奴才，说要让奴才多留心着世淑姑娘和李太医。他说他们来历不明，恐怕是居心叵测。朕明白，鳌拜也提醒过朕，但你不是也说过吗？这不过是鳌拜在挑拨离间。哦，是。可是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啊，皇上。这世淑姑娘和李太医的来历的确是个谜，万一他们真的是另有企图呢？我们不得不防啊。他们二人都是来自江湖中人，他们的师傅也都是隐居山野的世外高人，所以他们不愿透露师门也是情有可原。再说了，这一路上他们对朕是忠心耿耿，并无半点差池。他们要是想行刺朕的话，在鳌拜杀朕的时候大可以下手，为什么还要拼了命的保护朕的性命？要是这样，朕还防着他们，未免也太寒了他们的心了。皇上说的有道理，可是这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如果现在是在宫里，那奴才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可现在毕竟是在宫外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皇上，您别忘了，他们俩来历不明啊。朕知道，你担心他们是反清复明联盟的奸细。说实话，朕也有那么一点点担心。但是朕想过了，他们兄妹俩如果真的是奸细，这一路上已经有太多行刺朕的机会了。可为什么他们都放弃？这说明他们有比杀朕更大的图谋。